大家好，我是住在东京的方块。这一期我们来聊一下个人番号卡。之前一直提了个人番号卡，但是没有机会来进行详细说明。这一期我们来详细说明一下个人番号卡。个人番号卡呢，如果一定要形容一下的话，简单来说就类似于身份证，可以进行一证通查的，把以前的一些年金、健康保险等整合在了一起。以前的话呢，年金、健康保险是单独分开的证件，你要去查询的话，需要拿着各个证件去单独的查询，这是比较麻烦的。现在可以通过这个进行一证通查，以及承担了各种需要本人认证服务的证件。还有呢，就是现在根据各个地区的推行方式和推行制度，有着不同的活动以及优惠。具体的话，可以去该地区的区域所进行询问。这里呢，我们就说到了一个电子证明。电子证明是什么呢？这里我给大家稍微简单概括一下，就是那个电子印章的意思。你说它只是有你名字，然后证明是你这个人的一种电子印章，但是呢，却不会泄露你的个人信息，是这个意思。然后呢，实际的应用呢，比如说是签名用的电子证明，网络电子文书和做成以及送信时候的签名，电子申请，比如说 e-tax 人、民间线上转账、取钱等，证明这个电子文书是你的，而且是真实有效的这种感觉。具体怎么去理解呢？大家可以这样想一下：你去某个地方，你是需要去签字的，对不对？然后你就可以利用这个来进行签字，而不是说是需要那个提供你的这个整个人的这个就是卡的这个照片。因为这样子可以保证什么呢？既是你，但是又不会泄露你的个人信息，是这个意思。这个要说的比较现实一点的话呢，大家可以参考一下那个授权登录的感觉。比如说，我要登录这个游戏，我可以通过谷歌登录，可以通过推特登录，但是呢，他们只是连接了我的账号的一些基本信息，并不会泄露我账号的那个本身的一些涉密的，比如说个人隐私的内容，是这种感觉。也就是说，你通过这个电子签名，你就可以证明这个账号确实是你的，但是你并不会泄露你的个人信息。大家可以分开区分一下这种感觉的话，你应该能够明白一下这种感觉。和直接提供你的身份证的照片是不一样的。第二个呢，就是利用者证明电子证明，这个就是关于个人认证的一些，比如说需要个人登录的网站的，还有一些行政网站的登录，一些民间银行网站的登录，便利店的证件发行，以及证明你是这个账号持有人的电子证明，这个就和刚刚说的那个有一点类似的。这个的话呢，就类似于那个本人认证。当然，现在也有很多平台使用的本人认证是通过照片的形式来进行确定的。但是这之后，随着日本这边个人隐私法的一些保护，会渐渐的把这个淘汰，而是要求使用这种比较安全的，能够不会泄露个人信息的一些个人认证方式来进行认证。前面呢都是讲了一些能够做到的事，现在我们讲一下现在可以做到的一些事情。一是证明个人番号的证明，这个怎么说呢？大家可能感觉有点拗口，或者说比较转，让脑袋有点晕的感觉。这个就是有一些场合是需要个人番号的情况下呢，可以作为个人番号的证明书。也就是说，有些地方它是需要你发行一个证明书来使用，但是呢，你没有这个证明书，你就可以直接拿这张卡给他，那么他就可以给你做这个证明。第二个呢是本人确定，在需要个人番号和本人同时在场的场合，也就是说你同时需要这个号码和本人同时在的情况下，然后你那个又比较麻烦，不太想要，你又记不得这个人番号，你就可以提供这个人番号卡就可以了。这两种呢，都大家感觉有点像是模棱两可，但是实际应用场景还是有一定区别的，所以大家可以区分一下。可能在国内习惯了身份证来各种认证的人来说，感觉好像都差不多，那实际上还是有很多区分的一些微小的区别。第三个呢是证券的账户、银行账的账户开户以及一些民间网站的利用，比如说转账等等，网上银行、民间转账等的利用都可以利用这个来进行证明。这个的感觉呢，就类似于说这笔账或者说这些钱
确实是我发给你或者你发给我这种感觉。然后是便利店的一些公共证明的打印，便利店是可以打印公共证明的，这是现在可以做到的事情。以前的时候呢，我们要打印一些住民票、一些政府相关证明，是需要去那个政府部门，比如区域所、出张所或者说那个市役所等才能办得了。但是现在呢，一些简单的不需要本人直接去的一些证明，可以直接在你周围的便利店就可以直接进行打印了。然后就是健康保险的利用以及年金的确定等等。现在便利店可以打印的一些证明呢，主要包括住民票、住民票记载事项证明书、印章登录证明书、各种税证明书、户籍证明书和户籍附票。这里和外国人比较多的主要是一个住民票。住民票的话，我在日本遇到的一次呢，也就是那个我想要去办理去美国旅游签证的时候，我就用到那个住民票。那个时候我是去出张所去办的。现在的话，如果你有这张个人号卡的话，你可以在便利店就可以把这个事情给办下来了。然后另外一个是和那个还是会扯到户籍制度，大家可能看到这个户籍证明书会想到国内的户口本，但是呢，它和户口本又有点不一样，因为那个虽然同样是户口本，但是它并没有分农村和城市户口，也就是说，日本这边并没有这种农村和城市户籍之分，它只是证明了什么呢？证明了你家里面人是和你什么关系，并没有涉及到你是什么什么那个农村户口，或者说你是什么什么城市户口这些，也都并不代表这个东西。前面讲了现在可以做到的一些东西，这里呢我们就讲一下申请方式。申请方式呢总共有3种，但是无论哪一种都需要一个申请 ID。这个申请 ID 是需要他们上面给你寄发过来，或者说你去区域所或市役所申请的是最好的。一般寄发给你的时候是长期待在日本的人，然后你被他们认为你是可以申请的，他们会给你寄这个相应的这个申请 ID。如果说你不是，你要刚来日本，那么的话，你最好选择的方式是去线下，也就是那个去区域所以及市役所去进行那个办理。然后需要的材料呢，在线的话是申请 ID， 这个是需要那个长期在日本的，并且那个被识别到寄给你的时候的。然后是本人相关资料的填写，这个是在线的。线下的话就是区域所、市役所的本人的身份证明，也就是比如说在留卡，还有申请书。当然，本来是要提供照片的，但是呢，在市役所或者区所，一般有那个可以给你直接拍照的这种地方。如果说有的话，你就那个直接去拍照，他们会帮你那个进行拍照，然后进行那个切割等等，你就不需要自己去拍照片，像免费的。如果说没有的话，你就需要去自己去拍照片了。然后第3个就是邮寄，邮寄的方式呢就需要2个，一个是那个照片，第2个是申请书。为什么这里大家都很可能疑问，为什么在线或者说是那个邮寄都不需要个人身份证明呢？因为它的申请 ID 和你这个人的个人信息已经绑定了，也就是说一个 ID 对应一个人，所以说它并不需要那个去再额外进行证明，它只是那个喊你把一些必要的一些，比如说照片提供给他们就可以了。在线申请和邮寄申请区别只是那个是不是通过网上申请，以及要不要单独填写本人资料，这个就是唯一的区别。然后是线下申请和之前的区别是比较大的，因为这个是需要你线下去区域所或者市役所才能去办得了的。这个的话呢，到的时候还需要你填写一些其他的东西，这个我们放在下面讲。取卡的时候需要个人证明、通知书，还有另外一个是那个通知卡。如果说你有的话，就是那个拿给他们去换；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无所谓。这个通知卡的话呢，是很早以前的时候是有的，就是我记得那个时候是2015年的时候吧，那个时候个人方案刚刚实施，那会问你需不需要这个卡，如果不需要的话，还会寄一个那个个人发号卡的一个通知卡到给你。如果说没有那个这个东西也无所谓，那个时候是还没有正式推行的。但是这个之后呢，它主要是申请书 ID 给你，所以说
现在的情况下，一般是没有这个通知卡的，它只是寄一个申请书 ID 给你，然后你去申请了过后，他才会发这个通知卡，或者说是那个让你去取这个材料。这个时候是只有第一次申请的人才有，然后这之后再申请的人是没有这个通知卡的。然后是取卡的时候会要求设置2个密码，一个是电子签名密码，一个是个人证明密码。电子签名密码呢是16位，包含大小写字母和数字。然后个人证明密码呢是4位，只有数字。它们分别用在什么地方呢？签名密码就刚刚前面讲的，证明密码呢比较用途比较多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在便利店进行办理证明的时候，我们就需要用到这个4个字的密码了。因为个人番号卡它是有一个 IC 芯片的，你要把这个插进去，它进行读取，会进行像银行卡密码一样的进行输入密码，才能读取到里面的一些数据。前面我们说了那么多，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个人番号卡长什么样子。左边呢是个人番号卡的正面，右边呢是个人番号卡的背面。左边的上面呢记载的信息是首先是名字，然后下面是你的住所，以及下面的白色区域的地方。后面呢是 IC 芯片以及这一个个人番号。然后白色区域的这个文字呢，就指的是你是在脑死亡以及心肺停止以后，或者是在心脏停止跳动以后，或者是不提供等一些脏器的一些说明，你愿意提供什么脏器等等，这个说明。这个呢是自愿提供的意思。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通知卡是什么样子的。通知卡它就是一张纸，但是呢它是贴在一张很大的纸上，然后这是其中的我只是把通知卡的这个样本给大家看了一下。通知卡呢它主要是记载了你的个人番号以及姓名以及住所，但是呢它并没有照片，也就是说它并不具备个人番号卡的的一些使用途径，它只能证明你拥有这个号码，而并不能证明你是这个号码本人。这个和哪个区别还是挺大的。然后呢是申请书 ID， 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之前就说了，这个是大家可以在网上申请，或者在现实中申请，以及在邮寄申请的时候，以及查询的时候，你都需要这个申请书 ID。申请书 ID 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是一般情况下我们收到的个人卡交付申请书的一个地方的一个申请 ID 所填的地方。第二个呢是通知卡，通知卡的话，它的下方也会有一个申请书 ID， 这个很少，这个主要看区域的，大部分人收到的是左边这一张，只有很少一部分区域可能收到的是右边的这个地方。然后我们来说一下查询和办理的时间。查询呢是指的是我们申请书 ID 申请上去以后，然后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卡的进度，以及我们需不需要重新提交材料等情况的话，我们就需要去查询。查询的话呢，我们需要的2个东西就是申请书的 ID 以及生年月日进行查询。这个的话，大家只要记住申请书 ID 就可以了。然后网址的话呢，我会单独再放一份在视频描述区，大家很安心。然后办理时间呢，一般情况下是半个月到1个月左右就可以得到你的在留卡，就是你的个人番号卡确认的就是通知书。然后如果说你在2个月之内都没有收到的话，那么就代表你的这个材料是出了点问题，但是他们呢因为太忙没有进行通知你，你需要进行打电话进行确定，然后进行补充材料等等。注意事项呢，这里总共有3个。第一个是丢失，如果你的卡不慎丢失了，那么你必须得立即向个人番号卡中心电话或者传真。然后第二个是再发行，再发行有个先后顺序，你先要去警察局进行报案丢失，得到这个受理番号，受理番号得到以后，才能去区域所的地方进行再发行手续。也就是说先后顺序大家不要搞错。第3个是机能停止解除，这个指的是你办理的这个丢失，就是丢失以后会有个把这个机能，就是卡，你之前的卡已经不能用了这个手续，然后但是你后来找回来了，你就需要拿着这个卡去区域所进行办理这个机能停止的这个手续的一个解除，就代表说我的卡找回来了，我也想要去用它，我需要你们帮我停止
我这个卡不能用的这个状态，相当于说把这个冻结状态给那个取消掉，这是可以做得到的。然后是更新，更新的话，大家这个一般情况下都不用担心，因为只要是在有效期前2、3个月，你长期居住在日本的话，他会给你那个提前给你发这个通知书给你的，而且通知书和之前讲的转入转出的时候，他会跟你的个人信息进行同步，也就是说，即便你搬家了，他也会在那个更新前把这个东西发给你，并不会影响那个说是，或者说并不会导致信息发错。然后是第二种是，你没有收到申请书的话，那么就可以直接去区域所等地方进行办理更新手续。这个呢是推荐办理时间，如果你是日本人或者说长期在住日本的人的话，这个的话就不需要这个办理时间，因为你长期在住，你也是已经早已经是要同步在本地的，所以说并不需要去这个推荐的办理时间。主要指的是刚来日本的外国人，或者说你搬家过后这2种状态。你转入手续完成2周以后，再去区域所进行申请回家，这个是为什么呢？因为你刚来日本或者说搬家，你的个人信息还没有同步到本地所在的区域所或者市役所内管辖的系统以内，也就是说，你进行申请的话，会导致什么呢？会导致他们查读不到你这个人，而导致你的申请状态进入一个空的状态，而无法得到你的这个申请的这个人的信息，会导致你白白浪费时间来进行等待。所以说，最好是等转入手续完成2周以后，再去区域所申请回家。然后是推荐理由，第一个理由呢是随着个人发号卡的普及呢，一证通查会比单独拿健康保险或者年金的更为便利。年金的话，它是有个本质的，也就是说，它无论你是那个健康保险还是年金，它都是单独分开的，是比较那个麻烦的。甚至说你的一些其他服务也是可以和这个人发号卡进行绑定的，以后会渐渐普及。现在的话，主要是年金的健康保险。然后还有的就是那个，你能够根据当地的一些推行政策，可以享受更多的服务以及减免或者优惠等等。第二个呢是各类证明书的办理更为便利，比如像住民票。住民票的话呢，我当时是直接去的出张所办理，等了差不多有半个小时左右，还是挺麻烦的。但是如果你是去便利店的话，便利店那么多，只要有一个打印机，你就可以直接进行办理的，这个是非常简单方便的。关于打印机这一点呢，日本的打印机都是那个联网的，所以说大家这一点的话，过来以后可能会有点不适应。关于打印机这一点，我会找机会跟大家再进行说明一下。第三个呢，就是个人发号卡的那个一些普及，会导致优惠以及认证的方式的不停变化。比较明显的就是 PayPay。我刚开始用 PayPay 的时候，那个时候只需要那个银行卡认证就可以了，也就是说不需要本人认证。这之后可以通过在留卡进行本人认证。以后到现在，在留卡已经不能用于 PayPay 的本人认证了，只能通过那个个人发号卡进行本人认证，这是比较麻烦的一点。也就是随着这之后，个人发号卡会越来越成为主流认证方式。大家如果能够提早把这个个人发号卡给办理的话，这是非常不错的。也就是说，无论你是留学生还是来在日工作的人，你刚来日本以后，第一件事比较重要的一件事之一，就是要把这个个人发号卡申请下来。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如果我的视频对大家有帮助，希望大家帮忙点赞和分享。如果大家对我的内容感兴趣，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我会继续分享日本生活的相关的经历和经验。如果大家有疑问或者想和其他的论友一起交流，欢迎加入我的私人电报群，谢谢大家。